小兔子他人呢？我服下之后，神魂进入了4重幻魔，却不知肉身竟也一同去了。这果子的功效着实霸道，我们且在此处守着它吧。若是他的机缘，也好。我的幻梦瞬息而过，小兔子的怎会如此不同？来了！小兔子，醒醒！死胖子，吓死我了！我刚吃下仙果，就有个臭盘子要送我去历练，他还说，他还说什么来着？好奇怪啊，我怎么想不起来了？看看你的掌心，是否有印记？我的爪心什么都没有啊！是谁这么歹毒，想让我毁容啊？不对，你的印记为何像被生生抹掉一般？把刚才的经历用神识显现出来，让我看看。我记得在历练的路上看到一口鼎。那鼎上沾满了血，从时间与乾坤的桎梏中挣脱出来，接着就是无数的大战。是那个女子，小兔子的历练为何与我的如此不同？这4人似乎在对抗什么敌人，那个像曹雨生的胖子也在。熟悉的身影，等等，好像有声音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。那人卖了众生的尸，踏不出昨晚的堂堂。独自穿在左右两域，飘如过境寒，化解万物一无形。但是一个人不了一场，一个人如此倔强，我们没有那个人的故事。兔子，你怎么哭了？为什么在哭？我的心里为什么这么难过？我当时很伤心，分明听到了重要的事，但是现在居然一点印象都没有了。你的经历与我的截然不同，更像是一种跨越时间的讯息。一片混沌，与时间长河相悖，与光阴矛盾，故此那段印记不复存在了。我想吃素的，你还有什么好吃的没？快点拿出来，哭得我都要饿晕了。小祖宗，你能少吃点不？刚才差点把我腰给折了。死胖子，找打！神秘印记之后再谈。
大长老交代的材料都已集齐，以身为主仪式须得开始了。听说了吗？荒药闭关了。哼，没有绝世仙种，他早就没资格和我们竞争了。达不到仙道极巅，注定将泯然众人矣。 此行最古的辟邪神珠之液和黄泉果，你都拿到了，做得很好。还想给您一个惊喜，结果消息传得比我回来还快。相较两院选人之前，一切都慢多了。几位长老也在各自闭关，书院变得冷清了。但外界的人依然在关注着你。 看你如何融合仙种，又能走到哪一步？接下来我会为你做以身为种的准备，短则数月，长则数十年。不想与前人一样大浪淘沙，就坚持住第一步，重塑骨肉，催动锤骨法。来吧！ 这么少，用一点少一点，这好东西域内可不多了。大长老，不是泡药浴吗？以鲜血为锤，斩髓断脉，淬之后炼，才能检验你在仙丘的收获是否足够，方可查漏补缺，真至完美。第二步，以蠕虫熬炼真血。真有必要这样吗？哼，你既选择以身为种，可曾想过何为种？世间种子千万，为何各不相同？种是勾连天地大道的门户，对应的大道不同，形态自然不同。非也，诸种万象。 今日世人执种为实相，将希望寄托于外物虚妄，殊不知真正变化无尽之力，本就藏于己身。你是说人体潜力可比肩无上魔？岂止如此，人体秘藏无限，修炼可蜕变，可进化，本就蕴藏了无上道法。 当印证了我先前修出的道果，有无止境，便可蕴含无尽的道，自成一方小世界。界再大，终有边际。以身为种，目标就该更大些。那就破界成界，以大界为领。 上一纪元败落，便是因为异域大道与我界不同，压制了仙种力量。如今你无需勾连天地大道，而是向体内大界求索，更需神魂兼任。你虽修出第二元神，但行的是逆天之道，绝不可一心二用。不想被天道倾覆，除了夯实肉体，还需以魂气配合平乱诀残篇，将双元神化繁为简，打磨合一。元神已成，还需一个容器。
你曾寻得这枚古冢十分不同，虽尚未成熟，但等同天地胎盘，可入内修炼，实现最强进化。多谢大长老。我从补天道求取了补天药，用以修复天地胎盘。之后，我会前往造化地埋种，静等你出关。无上古冢期限是最璀璨的年代。已是纪元的末期。我愿见证群星璀璨，将星接连崛起，大日横空，撞击出最绚烂的火花。真正的大劫来临时，方能携手于地。好充沛的天地灵气，竟看不出是在一枚种子内部。仙种中竟蕴有生灵。这胎盘是你的住所？你随意抢夺他人宝库，当猪！抱歉，我不知此剑已有主，并无恶意。有无恶意，待我观你记忆，自有分晓。这是你的记忆。原来这一世如此黑暗，注定血溅天穹，天地崩坏。我曾观天地规则，隐约感到会有一劫，没想到来得如此之快。我若出世，或许会陨落。你这等天地生灵出世即成仙，也会陨落？我已知你为何而来。若能将剩余仙药给我，此事我不再出世，将此地借你修行，你代我应劫。若你能活下去，下一机缘再见。好，下一机缘见。若是逐一参悟，不知何时才能参悟得完。道之简，他想做什么？天生万物，一尘一界，人体也是一座乾坤，向外物不进，我便向内求。道门从他体内开启了。万物成道而行，道决定了事物如何运转。如日东升，月西落。若规则改变，不可！逆天而行，天道不会容你。这是谁制定的规则？我说了，我有我自己的道。
规则，不伺候。门开启时间有限，因为你还未成长到那一步。道即天地运行的平移，若将万物中蕴含的法则扭转，便可超脱而出。一粒尘可填海，一株草占尽日月星辰。这便是我的道。不曾有过的一条路，被走通了。